中国爆发史上最惨烈银行倒闭潮。就在11月26号，陕西西安一口气就关了5家银行网点。这事儿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但要是告诉你们，光今年1年，全国已经有2681家银行网点关门大吉了，是不是觉得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了？咱们先来算个账啊。这2681家银行里面，商业银行就占了2057家。具体是怎么个分布呢？国有大行关了535家，股份制银行关了259家，城商行停了188家，农商行更是关了整整1030家。这么大的数字是什么概念呢？我给大家算算啊，平均下来，一天就有7.3家银行网点在说再见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波关门潮可比去年还猛。2023年全年关了2756家，2022年关了2383家，今年才11月份就快赶上去年全年的数字了，这速度看来是要创造新纪录啊！再给大家报个猛料，今年1月到7月，光是中小银行就有50家要么解散，要么被合并了，这增长速度简直比韭菜长得还快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聪明的朋友要问了，这些银行为什么要关门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有些银行关门还挺有意思的。比如工商银行营口分行，因为未经批准自行终止营业，被罚了80万。云南昭通昭阳农商行也是同样的问题，罚了85万。山西芮城农商行更狠，不光罚了50万，连金融许可证都给吊销了。这些银行怎么这么着急关门呢？连审批都不等了。这就好比你开了个店，不是正常退租，而是半夜偷偷把店锁了就跑路。这种行为背后往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再看看陕西的情况，光是今年9月，陕西金融监管局就批准了6家秦农农商行的支行关门，现在又来5家。这么密集的关门，让人不禁要问，到底是经营不下去了，还是在为更大的风暴做准备呢？我给你们算个更吓人的数据，如果按照目前的关门速度，到年底怕是要突破3000家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平均每个县级市都要关掉1家银行网点。想想是不是挺吓人的？所以啊，这事儿绝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银行网点可不是街边小店，想开就开，想关就关。每关1家，背后都是一个地区金融服务的萎缩，都是实体经济转冷的信号。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？中国经济寒潮怕是真的来了。说完了银行网点关闭潮，咱们再来看看更刺激的村镇银行解散潮。这事儿比关几个网点要严重的多了。就在11月22号，宁夏和河北一口气就有3家村镇银行宣布解散。这就好比你家楼下的银行不是关门那么简单，而是直接人间蒸发了。先说宁夏这家龙德六盘山村镇银行，这银行可不小，注册资本4400万，2011年开业，经营了13年。结果呢，最后还是扛不住了，只能被宁夏银行收购。你们想想啊，一个经营了13年的银行，说倒就倒了，这背后得亏损多少钱？河北那边更热闹，清河金农村镇银行和沙河湘通村镇银行同时被邢台银行收购，3家银行一起解散，这种场面放在以前谁敢想？这就跟3个病人同时进 ICU 一样，那得多严重啊！但这还不是最吓人的。我给大家报个更劲爆的数据，根据统计，截至今年9月，已经有超过260家中小银行进行合并重组，其中村镇银行83家，农商行59家，农信社117家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平均下来，差不多每天就有1家银行在消失。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什么？中国的小银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清洗。就好比一场金融海啸来了，实力弱的先倒，接下来可能轮到实力强的。
再来看看东莞的情况。11月8号，后街华业村镇银行宣布解散。9月的时候，惠州仲恺东营村镇银行和东莞大朗东营村镇银行也都解散了。这3家银行扎堆解散，你们猜是为什么？因为珠三角的实体经济都不行了呀，制造业订单少了，企业经营困难了，银行的贷款自然就收不回来了。有网友说得好，金融行业是社会的血脉，如果连银行都开始大规模倒闭，对整个市场信心的打击会很大。这话说的一点没错。但问题是，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打击信心那么简单了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金融系统崩溃风险。大家还记得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暴雷的事儿吗？当时有多少储户的钱至今都没要回来。现在这些银行解散，表面上说是被大银行收购，但谁知道储户的钱最后能不能全都拿回来？让我们来看个更触目惊心的数据。2021年，全国关闭了3196家银行网点。2022年到2023年2月8日，又关了2600多家。光是2023年开年1个多月，就有119家国有行网点，24家股份行网点，42家城商行网点被裁撤。这跟现在比起来，都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有经济学者分析说，这些倒闭的银行只是冰山一角，因为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太大，实体企业大面积亏损，银行的坏账呆账越来越多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未来会有更多的银行面临倒闭风险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银行要经营到什么程度，才会连审批都不等，直接关门跑路？工商银行营口分行被罚80万，云南昭通朝阳农商行被罚85万，他们宁可挨罚也要关门，可见已经亏损到什么地步了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这些倒闭的银行背后都是实体经济的惨状。就拿制造业来说，现在订单萎缩，企业倒闭，银行的贷款收不回来，坏账越积越多，最后只能倒闭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！说完了银行网点关闭潮和村镇银行解散潮，咱们再来看看民营银行的惨状。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！最近公布的3季度数据简直惨不忍睹。在中国19家民营银行里，目前只有3家敢公布业绩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实在是难看啊！我们先来看看这3家勇敢的银行。网商银行算是个大个了，总资产4888.85亿。但是你看看它的业绩，前3季度净利润才22.60亿，同比暴跌17.43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去年赚100块，今年只剩83块了。而且更吓人的是，这还是在营业收入增长14.3%的情况下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它的资产质量出问题了，坏账太多了。再看温州民商银行，总资产470.54亿，前3季度净利润才3.97亿，同比下降6.67%，营收增长了2.14%，但利润反而下降了。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我们，银行的经营成本在飙升吗？最惨的要数吉林义联银行了。这银行的数据简直是一场灾难，总资产542.6亿，贷款比年初少了38.5亿，存款更是减少了45.56亿。前3季度净利润只有可怜的0.14亿，同比暴跌80.43%，这已经不是在亏损的边缘了，简直是在悬崖上跳舞啊！更让人担心的是不良贷款率。吉林义联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飙升到1.77%，比年初上升了0.16个百分点。温州民商银行的情况稍好一点，不良贷款率是0.95%，但也比年初上升了0.06个百分点。从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来看，整个民营银行业的形势更是触目惊心。截至3季度末，全国民营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高达240亿，比年初增加了41亿，
这增长速度比韭菜涨得都快，净息差一路下滑，已经降了0.26个百分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银行赚钱越来越难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民营银行现在的困境比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还要严重。就好比3个人同时感冒，国有银行打个喷嚏就完事了，股份制银行可能要吃2天药，但民营银行直接就住院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民营银行的客户主要是中小企业。现在中国经济不景气，最先遭殃的就是这些中小企业。企业活不下去了，银行自然也就惨了。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倒就是一大片。更糟糕的是，这种情况看起来短期内还看不到好转的迹象。经济学家们预测，明年的形势可能会更严峻。毕竟现在房地产也不行了，制造业也萎缩了，新能源还过剩了，你说银行往哪放贷款去？所以啊，从银行网点关闭到村镇银行解散，再到民营银行业绩暴跌，这一系列的现象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：中国的金融系统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在说话。最后给大家提个醒，存款虽然有保险，但是保额只有50万，超过这个数的还是要多留个心眼。毕竟现在这个形势，真说不准哪家银行会突然出问题。像河南村镇银行那样的事情，谁也不想再经历第2次，不是？